欢迎来到明星新闻 MKN Star News 频道，请订阅频道，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迪丽热巴能火多年，绝不只靠颜值。迪丽热巴为何能红这么久？答案不只在颜值，更在这3点。娱乐圈从来不缺漂亮面孔，也不缺短时间冲上热搜的人。真正稀缺的是经历一轮又一轮关注更替后，依然能被观众持续记住的演员。迪丽热巴能走到今天，靠的显然不只是外形优势。很多人第一次注意到她，往往是因为镜头里的惊艳感。可如果只是好看，热度通常来得快，散得也快。能把关注变成长期认可，还是要看作品、状态和个人节奏。回看他这些年的发展，会发现一个很明显的特点，他没有把自己固定在单一类型里。从早期角色到后来的重要戏份，他一直在尝试不同气质的人物。可爱灵动的、明艳张扬的、情绪更复杂的，他都在一点点摸索自己的边界。这件事对演员来说其实很重要。观众一旦只记住一个标签，后面的路就会越走越窄。只有不断更新角色印象，才能让大家记住的是人物，而不是单纯停留在外表层面。迪丽热巴这些年最稳的一点，就是她始终在把角色感往前推。有些演员一旦热度起来，就容易被话题裹挟，作品反而退到后面。她的路径更像是另一种方式，不靠频繁制造争议维持存在感，而是把曝光和作品保持在相对平衡的状态。这也是她路人缘一直不差的原因之一。不喧闹，不用力过猛，公开场合有分寸，工作节奏也比较稳定。观众看得久了，反而会觉得这种状态更舒服。红毯上的她很有视觉冲击力，活动中的她也能呈现出松弛和大方。但真正决定一个演员能走多远的，还是回到镜头里能不能立住角色。只有当外形、表达和人物塑造合在一起，演员的辨识度才会越来越强。最近她现身品牌线下活动，再次引发不少关注。简洁造型没有过度堆砌，却把个人状态衬得很完整。很多人看完现场图后都有同样的感受。真正能长期被喜欢的人，往往不是靠某一次惊艳，而是每次出现都能维持稳定水准。这背后其实是一种很难得的清醒，知道自己适合什么，也知道什么更值得长期投入。比起追逐短线热度，把精力放在作品和个人状态管理上，显然更能拉长演员的职业生命线。所以迪丽热巴能持续被讨论，并不是偶然。有外形优势的人很多，但能把优势变成长期竞争力的人并不多。既有镜头表现力，又有稳定输出，还能保持自己的节奏，这才是他一直有存在感的关键。对演员来说，被夸漂亮当然是加分项，但真正让人留下印象的，往往还是某个角色、某场表演、某个瞬间传递出的情绪力量。热度会起伏，作品留下的记忆却更长久。你最早是通过哪个角色开始关注迪丽热巴的呢？迪丽热巴，杨紫维权，追究到底。3月20日，话题爆 AI 短剧使用杨紫的脸登上热搜。有网友称 AI 短剧重生后，我成了娘亲的守护神。第14集开头疑似使用了演员杨紫的脸。3月20日，杨紫工作室发文，针对某作品未经授权，利用 AI 换脸、深度合成等技术，擅自使用杨紫女士的肖像制作并传播视频内容的行为，严重侵犯杨紫女士合法权益。工作室已委托律师对侵权内容进行取证，并将通过法律途径追究到底。目前相关视频已下架。迪丽热巴被短剧 AI 换脸，法院判了。同日，演员迪丽热巴起诉某平台播出短剧利用 AI 换脸技术盗用其肖像牟利一事，
也有了最新进展。据北京互联网法院消息，法院认定短剧制作方擅自使用深度合成技术生成与某演员高度相似的形象，侵害其肖像权，短剧播出方未尽合理审查义务，同样承担相应责任。此案原告为国内某知名演员，该演员发现被告 A 公司制作并发布的短剧中，通过 AI 换脸技术将其肖像拼接至剧中角色面部。相关话题在多个社交平台引发讨论，大量网络用户误认为原告参与了该剧。与此同时，被告 B 公司在其运营的视频账号上线涉案短剧。法院查明，涉案短剧共44集，总时长约90分钟，其中2个片段使用 AI 换脸技术，换脸后的演员面部与原告外貌具有一定相似度。社交平台上出现短剧疑似 AI 换脸某演员等话题，大量网络用户讨论并质疑该剧使用了原告的肖像。而公司虽提交创作过程说明，但未能按法庭要求复现换脸过程，其证据未被采信。法院认为，根据民法典有关规定，自然人享有肖像权。肖像的可识别性并不要求侵权形象与本人完全一致，只要一般公众或特定群体能够识别，即可认定使用了特定自然人的肖像。经比对，涉案片段人物在面部轮廓、五官特征等方面与原告高度相似，公众能够将其识别为原告。而公司作为专业制作方，对相关风险具有基本判断能力，在未取得许可情况下仍发布相关内容，构成对原告肖像权的侵害。B 公司在涉案短剧时长较短、争议形象具有一定知名度和辨识度的情况下，未履行合理审查义务及予以发布，应承担相应侵权责任。最终，法院判决 A 公司、B 公司分别在其运营的涉案视频账号向原告发布书面致歉声明并赔偿经济损失。双方均未上诉，一审判决已生效。多位演员曾被AI换脸。据中国新闻网消息，多位演员曾是AI换脸的受害者。此前，曾有网友在社交平台反映，自己观看的多部短剧里，部分演员的面部形象与演员肖战高度相似，其中名为《京华风云》的短剧，不仅演员面容酷似肖战，就连剧中服装造型也与肖战在其主演的电视剧《藏海传》中的扮相高度重合。而演员程毅也曾遭遇AI换脸，其面部形象被擅自用于短剧和短视频创作，此事一度引发粉丝联名抗议。此外，演员薛凯琪曾发布严正声明，抵制用 AI 换脸制作不雅视频的行为。演员王劲松、温峥嵘等人也曾就利用 AI 虚假代言的现象发声。部分平台开始限制AI换脸艺人行为。2月12日，豆包旗下视频生成模型 CDance 2.0 全端上线后，执行严格限制，禁止生成明星、公众人物、网红等真实人物肖像、视频、语音。查询后，豆包回复：2026年2月13日起，全平台含豆包主 APP 统一收紧关键词拦截加人脸比对加内容审核3重机制，命中即拒绝生成。核心原因为肖像权、版权合规，防范 AI 换脸伪造商用侵权。限制范围包括禁止生成明星姓名、肖像、声音、视频、换脸、模仿等。限制范围不仅明星，所有未授权真实人物均受限，但用户本人数字分身、需活体校验不受限。法制日报律师专家库成员、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合伙人罗娟表示，滥用 AI 换脸、声音克隆主要涉及民法典第1018条肖像权保护、第1024条名誉权保护。未经同意商用他人肖像、声音，直接侵犯肖像权。若生成内容虚假误导，如虚假代言、不当言论，会损害他人名誉权。